乾隆驾崩仅仅15天，嘉庆就直接赐死了权倾20年的和珅，抄家超出8亿两白银，相当弹一大清15年国库总收入。满朝文武震惊，天下百姓拍手称快。你以为这是新君登基肃贪倡廉，又或是觉得嘉庆忍了和珅很多年，中斗出了一口恶气？其实根本都不是。今天这期咱们拆穿嘉庆杀和珅的底层逻辑，你会发现反腐从来都不是目的，他真正要的是皇权，是钱财，是满朝文武的敬畏。说到嘉庆清算和珅，很多人都记得和珅跌倒，嘉庆吃饱这句话，以为嘉庆就是贪图和珅的家产，缺钱花了，所以杀人敛财。也有人觉得嘉庆当皇子的时候就被和珅处处刁难，登基后还要受太上皇乾隆的气，和珅夹在中间两面讨好，早就得罪了新皇帝，所以乾隆一死就立刻报复。可你往深了想，就会发现这些都只是表面原因。如果只是缺钱，他完全可以抄家不杀人，把和珅贬为庶民，家产充公就够了。如果只是私怨，他大可慢慢折腾，像当年乾隆对付张廷玉那样，一步步剥夺爵位，收回赏赐，让他体面进士，郁郁而终，根本不用这么急。15天从乾隆驾崩到和珅赐死，中间还要办国丧、议罪名、走流程，几乎是一天都不耽误。快到满朝文武都反应不过来，为什么这么急？因为嘉庆要的从来都不是一个贪官的性命，而是一场前景利落的权力洗牌。第一个目的就是立威。乾隆当了3年太上皇，这3年里朝堂之上说话算数的还是老皇帝。嘉庆名义上是帝王，实际上连一个官员的任免都做不了主。和珅作为乾隆的代言人，权势比新皇帝还要大。百官有事先禀和珅，再报乾隆。嘉庆这个皇帝更像个摆设。你换成站在嘉庆的位置想一想，你是堂堂大清皇帝，说话却不如一个臣子管用。满朝文武都看和珅的脸色，你心里能舒服吗？你能不忌惮吗？所以乾隆一死，他第一件事就是拿和珅开刀，而且要快要狠，要出乎所有人意料。他就是要告诉满朝文武，从今天起，这个天下说了算的人是我嘉庆，不是死去的乾隆，更不是什么权臣。谁敢不听话，和珅就是下场。第二个目的就是收钱填窟窿。乾隆统治60年，6下江南，大修园林，连年征战，把雍正攒下的6000万两家产挥霍得一乾二净。到了晚年，国库早就空了，各地白莲教起义不断，打仗要钱，赈灾要钱，办国丧要钱。嘉庆登基，手里却没钱，国库的钱不能乱动，动了就要被御史骂，就要被挥霍的骂名。可和珅的钱不一样，那是贪赃枉法来的不义之财，抄了他的家，把钱收归国库，既能解燃眉之急，还能落个肃贪倡廉的美名，简直是一举两得。8亿两白银进了国库，军饷有了，赈灾款有了，朝廷开销也有了。嘉庆登基头3年的财政压力一下子就缓解了。说白了，和珅就是乾隆留给儿子的储钱罐，老皇帝负责养，新皇帝负责杀，父子立配，合得天衣无缝。第3个目的也是最容易被忽略的一点，转移矛盾，平息民怨。乾隆晚年，官场腐败不堪，百姓民不聊生，白莲教、天地会轮番起义，民间怨声载道，大家都说皇帝昏庸，奸臣当道。这个时候杀和珅，就是把所有的黑锅都推到他一个人身上，告诉天下百姓，你们过得不好，不是皇帝的错，都是和珅这个大贪官搞的鬼。朝廷腐败也不是乾隆爷治国无方，都是和珅结党营私，败坏朝纲。现在新皇帝登基，铲除了奸臣，从此以后朝政清明，大家好，日子就要来了。一场杀头大戏，既甩了锅，又收了民心，还让百姓对新皇帝充满期待。这笔买卖怎么算都划算。而最能体现嘉庆权术的一点是，他只杀和珅一个人，不株连九族，不深挖党羽。和珅的儿子封申殷德因为是驸马，不仅没死，还保留了爵位。朝堂上几百个跟和珅有来往的官员，嘉庆一概不追究，只要以后老实办事，就既往不咎。很多人觉得这是嘉庆心软，其实根本不是。他心里清楚，和珅经营了20年，满朝文武半数都跟他有牵连。如果真的深挖下去，半个朝堂都要被清空，到时候官场动荡，人心惶惶，反而动摇了自己的统治。杀一个和珅，震慑所有人，然后其余人等一概不问，让大家都感恩戴德，从此死心塌地跟住新皇帝走，既立了威，又收了心，还不会乱了局势。这才是帝王权术的高明之处。说到这里，可能有人会问，和珅那么精明，难道就没想到自己会有这一天吗？他当然想到了，他从一开始就知道自己所有的权力都来自乾隆，乾隆一死，他的好日子就到头了。他不是没想过巴结嘉庆，嘉庆登基的时候，他还特意送了珍宝过去祝贺，想讨好新皇帝。可他没想到的是，嘉庆从一开始就没打算放过他，因为对岸新皇帝来说，他这个前朝第一宠臣本身就是皇权最大的威胁。不管他忠不忠，不管他贪不贪，只要他还站在那里，就会有无数人围住他转，就会分走皇帝的权威。更何况他身上还备注8亿两白银的家产，备注满朝文武的怨气，备注天下百姓的骂名。杀了他，好处实在太多了，多到任何一个皇帝都不会放过这个机会。所以从乾隆闭眼的那一刻起，和珅的结局就已经注定了。15天
从权倾朝野的中堂大人到狱中自尽的阶下囚，一生钻营，一生敛财，最后全都为他人做了嫁衣。很多人看到这里都会觉得嘉庆这步棋走得太妙了，杀一人而稳天下，简直是帝王权术的典范。可事实真的如此吗？其实并不是。杀和珅容易，可改变乾隆留下的烂摊子难如登天。8亿两白银看起来多，可填到乾隆留下的窟窿里根本就不够用。军费要花，河工要花，赈灾要花，没几年就见底了。更关键的是，杀了一个和珅，救不了整个腐败的官场。乾隆朝养成的贪腐风气早就渗透到了每一个角落，从地方县官到朝中大臣，个个都学会了上下其手，中饱私囊。和珅死了，可千千万万个小和珅还活住，该贪的还是贪，该捞的还是捞。嘉庆杀了一个头号贪官，却没办法从根上整治吏治。到了后来，贪腐反而越来越严重，治疫民怨就更不是杀一个人就能平息的。土地兼并越来越严重，百姓日子越来越难过。白莲教起义打了9年才平定，耗费了2亿两白银，直接把大清的国力耗掉了大半。所谓的嘉庆中兴，从来都只是一个说法而已。从他登基开始，清朝就已经在走下坡路了。说白了，杀和珅只是一场漂亮的权力秀。嘉庆赢了皇权，赢了钱财，赢了一时的民心，可他赢不了时代，也救不了一个正在衰落的王朝。他以为铲除了奸臣就能迎来盛世，却不知道盛世的根基早在乾隆手里就已经烂透了。回过头看这段历史，其实挺残酷的。和珅用一辈子的钻营换来了20年的荣华富贵，最后落了个身败名裂，人财两空。嘉庆用一场快速清算换来了皇权在手，国库充盈，却终其一生都没能止住王朝的颓势。这盘权力的棋局里没有永远的赢家，你以为自己在算计别人，其实你自己也早就被别人算进了棋局之中。和珅死了，嘉庆争夺手握大权，很多人以为从此他就能大展宏图，再造盛世，其实根本不是。他很快就会发现，当皇帝远比他想象的难，乾隆留下的烂摊子远比他预想的还要烂。白莲教起义席卷半个天下，官场贪腐屡禁不止，就连皇城之内都差点被起义军攻破。为什么号称勤俭勤政的嘉庆却始终救不了大清？乾隆留下的盛世遗产到底是怎样一步步被耗空的？下一期咱们就走进嘉庆的帝王生涯，看看这位杀了和珅的忠心之君为什么会成为大清最无奈的皇帝。喜欢这种深挖帝王权术、讲透人性与权力底层逻辑的内容，记得订阅微观人间，打开小铃铛。我们不讲教科书里的套话，只扒最真实的历史细节与权谋真相。后面还有更多精彩内容，我们慢慢聊。